异鬼，又名吊死鬼，是所有神话传说、乡野怪谈或者小说影视作品中最常见到的12类鬼怪之一了。他们的形象普遍为披头散发、面目苍白、口吐长舌的样子，十分可怕。民间传说认为，异鬼需要寻找替死鬼才能转世，因此他们时常纠缠在有求死之心的人的身旁，诱惑他们走向死亡。在耳实录里曾记载了一件关于异鬼害人的传说故事。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江西临川有一个叫刘秋芽的教书先生，此时正在灯下看书。突然，刘秋芽看见月光下有一名身形婀娜的女子偷偷摸摸地将一个物件藏在草垛中，随后悄悄离去了。刘秋芽心生好奇，随后过去查看，发现居然是一条2尺长、闻起来有一股香臭味的大麻绳。刘秋芽心中咯噔一下，这恐怕就是传说中异鬼害人的东西上吊绳了。于是他将上吊绳带走藏了起来。过了2个时辰，邻居家的纺织女开始叹息哭泣。这时女异鬼终于出现了。只见这个女鬼对纺织女子百般引诱，劝其自缢。纺织女也面露哀愁，犹豫不决。正决定用裤腰带上吊时，却发现这绳子缺了一节。异鬼眼见这事要成了，赶紧去拿自己的上吊绳，可到草垛一看，上吊绳竟然没了。他见不远处刘秋芽正端坐在门口，于是飘到刘秋芽身前向其讨要。刘秋芽也不畏惧，指引道：“这上吊绳就在自己书底下，你自个儿过来拿。”异鬼见这书生有浩然正气，也不敢妄动，只能旋身变化为散发吐舌之状，用以恐吓他。可这刘秋芽就是一动不动的。得了，硬的不吃，那只能来软的了。于是异鬼又变化成美丽的妇人，可惜刘秋芽仍旧不为所动。就这样，天色逐渐亮了，异鬼无奈之下，只能跪地恳求，答应刘秋芽不害纺织女。刘秋芽才把绳子还给异鬼，异鬼拿了绳子急忙走了。邻家女子也断绝了自杀的念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异鬼都只会作恶，有时候因缘巧合之下，这异鬼反倒会救人。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记有一事，是关于纪晓岚堂侄秀山的仆人吴世俊的经历。吴世俊和人斗殴输了，于是愤怒之下，打算到村外找个僻静的地方自尽。他刚出栅栏门，便有2个鬼迎上来，左右拉扯着吴世俊。其中一个鬼在他耳边说着说：“投井好。”另一个鬼则表示上吊更好。一时间2个鬼居然争斗了起来。紧急时刻，只见吴世俊以前的朋友丁文奎从北而来，几拳把2个鬼打跑了，然后把吴世俊送了回去。吴世俊迷迷瞪瞪醒来，突然记起这丁文奎早就死去了。几年前，丁文奎一语之间上吊自杀，他母亲也卧床不起。由于他们2个一起在荔浦公家干过活，吴世俊感念当年的情谊，资助了丁母500钱，所以才有了这次的报答。有趣的是，实际上丁文奎当时是为找替身而来，却巧合之下报恩离去，救了这吴世俊一命，可以说是人算不如天算呢。人有情，鬼也有情，这异鬼会挂念恩情，其他鬼魂亦如是。甚至在鬼怪传说中，还有这么一种特殊的鬼，是专门为了报恩还债而生的，这就是债鬼。债鬼指的是生前欠了别人恩情和钱财，而死前没有还清的人所变成的鬼。由于债鬼始终记得受人点滴之恩，无法安心投胎，因此总会想方设法来报恩。如若恩人需要科考，则会托梦告诉恩人考试的题目；如果恩人缺少金钱，则会告诉恩人隐藏的金钱，或者是变成牛马、驴、鸡、羊等牲畜，让恩人卖了可以换钱。债鬼惧怕人的唾沫，沾上唾沫就会走不动路的。当然，和债鬼相对的鬼魂，想必大家就更加熟悉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讨债鬼。关于讨债鬼的事例，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曾记载。有的说他们会入轮回再去投胎，也有的说
他们会化身成下面的这种奇怪小鬼，徘徊于人世。小儿鬼，又名夜啼鬼、夜啼儿，最早被记录于《搜神记》中。西专虚氏有3子，死而为异鬼，亦居江水；为疟鬼，亦居弱水；为魅魁鬼，亦居人工室。善惊人小儿，为小儿鬼。他的由来最早被认为是颛顼氏的3子之一，他们形如儿童，行为无法预测，经常出现在夜晚小孩子的床上蹦蹦跳跳，惹得小孩子无法安睡而放声大哭。因此民间传说故事中也有说法，认为小孩子经常无故在夜里哭喊，那么附近一定有顽皮的小儿鬼出现。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小孩子就会发高烧不退，受到惊吓的。那对付这些小儿鬼有什么办法呢？由于他非常怕光，也非常怕红色的灯笼，所以遇到小儿鬼，点上灯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小儿鬼的力量很弱，但是却跑得很快，所以要抓住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民间有说法表示，在小儿夜啼后书写夜哭帖：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有趣的是，这些夜哭帖在各个地区的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地方管夜哭帖叫颠倒驴，即在黄纸上写：倒吊驴儿本姓周，小儿夜哭不时休，今夜晚上再来哭，钢刀斩断鬼驴头。这一首诗随后在文字下面倒写一个驴字，并画一头倒吊的毛驴，然后贴在大柳树上，据传就可以治疗小儿夜啼。墓鬼，顾名思义，就是在墓地出没的鬼魂。在中国，丧葬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古人讲究入土为安，这时间长了，物就成精，墓鬼的传说也随墓而生。不过庆幸的是，和之前老烟斗提到的那些鬼魂不同，故事中的墓鬼通常安分守己，一般情况不会害人。可他们虽无害人之心，却又十分调皮。如果有人打扰到他们的安静，墓鬼会闪烁着鬼火来恐吓人们，亦或制造迷雾或者幻境，让人在原地兜圈子，陷入鬼打墙的困境。当然，在神话传说故事中，墓鬼与其他鬼怪区别最大的是，墓鬼有托梦的能力。据说他们能根据血脉的力量，在祭祀的时候托梦给子孙，或是告诉子孙自己在阴间所缺物品，或是提前告诉子孙即将面临的危机，助子孙逢凶化吉。关于墓鬼托梦，最出名的记载就是宋太祖托梦给宋高宗的故事了。据说，在宋高宗赵构56岁时，有一天晚上睡觉，在梦境中梦到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向他控诉他的先祖宋太宗对自己的不仁不义，并且还用着恶狠狠的口气对赵构说道：自从你的祖先用了计谋，占据我的地位很久了，已得到了天下西辽破落的局面，是应当要把地位还给我了。赵构被吓得不轻，故而赶紧过继了太祖8世孙作为养子，并立为太子。这种墓鬼托梦的例子可以说是形形色色，数之不清，这也使得墓鬼被认为是中国12类常见鬼怪中数目第2多的。那这世界上最多的鬼魂究竟是哪种鬼怪呢？答曰冥鬼。在古人看来，每个人死后都会成为冥鬼，这类鬼一般都老实本分地待在阴间，按照规矩喝下孟婆汤，失去前生的记忆，然后静静地等待着转世重生的那一刻。冥鬼就如同活人一般，在阴间也有自己的房子，过着如同现世人一样的生活。不过在阴间，他们也需要硬通货钱。为了死后的生活一样的富庶，不论是埃及还是中国，祭祀陪葬都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将财富带到阴间继续使用，最早的古人习惯于埋真钱在墓穴中，用以享祀鬼神。但是到了蔡伦造纸后，为了率意从简，于是逐渐改成使用纸钱。在最早之前，
古人们一般用的是打钱，即用木锤和铁制的钱模把钱的形状打在图纸上；一种是剪钱，就是俗话说的买路钱，以图纸裁为方块，贴以金银色的纸帛，或折成元宝的锭状，以象金银；一种是印钱，是仿近代的纸币、银元，印上明通银行以及各种数字的金额。人们认为这些冥鬼收到了纸钱就不会随意来到阳间作乱，因此可以说这些冥鬼是鬼界最富有的鬼魂了。有富有的鬼就有贫穷的鬼，如果要说哪个鬼最贫穷，恐怕非野鬼莫属了。野鬼，神话故事中12类常见鬼怪之一，这类鬼就是俗称的孤魂野鬼。他们是被遗忘的群体，客死异乡，不能落叶归根，因为思念故乡而变为野鬼。由于失国的原因，他们不得不长期停留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于是这种怨念使他们经常出现在路边，倾听家乡人说话。可以说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故乡掩埋尸骨，因此他们的尸骨也是对于这些孤魂野鬼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比如这绝世女鬼聂小倩，当年就是为了这一滩尸骨才干了不少的错事儿。小倩是一名18岁就病逝的美貌女子，死后葬在浙江金华城北的荒凉古寺旁，化身为绝色女鬼，可这尸骨却落在了妖怪夜叉手中，无奈之下只能被胁迫害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庆幸的是，后来偶然间遇到了正直的书生宁采臣，二人相识相知，这位文弱书生助他逃脱魔爪，并收拢他的骨灰，将他的魂魄带回了家，才让小倩摆脱了孤魂野鬼的悲惨命运。可以说，魂归故里的执念可能是他们产生的原因，也是所有野鬼的最终目的。为此，一种名为招魂葬的仪式就由此而生了。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死者亲属要通过手拿死者的衣服，面北呼叫死者的名字，进行喊魂仪式，以期望死者的魂魄返回于一。无法找到死者衣物的，就用死者关系最为亲密的亲人衣物进行招魂葬。冤鬼，中国12类常见鬼怪之一，多为受了冤屈而无法申诉的人死后所化。在神话及乡野传说中，冤鬼的形态与常人无异，且常常隐藏着身形，只待有能为自己伸冤的人出现，才会显出形体，或通过托梦的方式陈述冤情。他们不会去伤害人类，也不会去吓唬人类，他能够出现在你的面前，多数是认为你有能力替他伸冤，认为你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勇气的人。历史上关于冤鬼的技术可谓数不胜数。清乾隆年间，广东三水县衙附近有个戏班子搭了个戏台演戏，每天4乡之民都会涌入台下围观。这一天演的是《包龙图》智短乌盆案，净觉演员扮成包公的模样，刚上台一坐，忽然看见一个人披头散发跪倒于台上，似乎是请求伸冤。台下的观众全都喧哗起来，这消息很快也传到马县令的耳中。马县令随即命令几个衙役出去将那个伸冤者带回，可谁知那个伸冤者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消失，无影无踪了。有人说这是冤鬼，为了弄清楚情况，引其再度现身，净觉不得已又扮成包公的模样上了台。咿咿呀呀了一会儿，只见那冤鬼果然又跪在他面前。而后在冤鬼带领下，净觉演员来到了城外一座墓前。净觉此时也明白了过来，看来这冤鬼的冤情必然和这墓穴有关，于是他将此事禀告了马县令。马县令立即赶往坟前开坟验棺，果然他们发现棺材里头多了一具男尸。而后经过调查，才发现原来3年前棺材主人下葬时，有个孤身客人正好路过，一个土工发现其包裹里有不少银子，便伙同其他土工将其残忍杀害，并将他的尸体扔在棺材之上，埋入碎土，连夜埋好。不仅如此，这些土工在掩埋尸体时
甚至夸口说这桩案子绝难明白，如果死者要申冤，除非包龙图在世。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客生死后化作的冤鬼听了这话，就趁着京剧演员扮包龙图时到戏台上来跪请申冤。这么阴差阳错之间，竟然真的解决了一桩冤案。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冤鬼都只能这么无奈地等待别人来申冤，也有主动出击的冤鬼。比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记载了这一则关于冤鬼追凶的故事。流放犯刘某一天乘机逃跑，他怕被官府追捕，专门捡小路走，这么奔波了好几日。有一天晚上，他正慌不择路时，突然看到前面有灯光，于是就去求宿。屋里出来了一个老翁，很好的招待了他。后来老翁说：“天色已经晚了，不如你就睡在这里吧。”刘某求之不得，就住下了。随着天光渐亮，他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一棵大槐树的树洞里。不仅如此，那些追捕他的官兵居然正好追到这里。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他被捕了。这个时候他才回忆起，那老翁可不就是被他所害之人吗？厉鬼又名大厉，是一种非常凶恶的鬼，也是中国常见的12种鬼类之一。早在古书《左传》成公10年中就有关于厉鬼的记载。深夜时分，国王晋景公正做着美梦，可随着一声巨响，只见梦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大鬼，披散着长发，拍打着胸膛，怒骂景公说：“你杀了我的子孙后代，这是不义。如今我已经请求上帝得到他的允许，可以报仇了。”随后就见这大鬼捣毁大门和寝门走了进来。景公感到害怕，赶忙躲进内室。哪想这大鬼法术高强，竟然又毁坏内室的门。景公被吓醒，急忙召见了桑田屋，让其帮忙解梦。这桑田屋也是一个老实人，丝毫没有避讳，直接告知景公说：“你吃不上新麦了。”意思就是你即将归西了。这下可把景公气得不行。于是在6月丙午这天，新麦长好后，景公又叫来了桑田屋，打算当着桑田屋的面吃一吃这新麦，侮辱他一下，然后再杀了他。可谁曾想，就在将要吃新麦的时候，景公的肚子突然发胀的厉害，景公只能先去厕所解决人生大事。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景公不小心掉进厕所，被淹死了。虽然结局有点出人意料，但是厉鬼的说法自古就深入人心。实际上，厉鬼的形状奇形怪状，有如成人，也有如小儿。在《宣示志》《夜谈随录》等书中都有关于厉鬼的记载。比如《夜谈随录》中就有厉鬼化为红衣女子为祟的故事。此外，厉鬼也是现在小说影视作品中运用最多的元素，比如楚人美、贞子等等，估计是不少人心中难以磨灭的阴影吧。由此可见，厉鬼虽然是虚构的，但在大家心目中地位仍然罕重。在古代，有很多大户人家大宅子里总是传出蹊跷的事，或是有人无故悬梁，或是坠井。其实这些事情的背后大都是宅鬼在作恶。这种鬼怪十分烦人，一旦他们选择了一处房屋作为他们的居住地，那么这个房屋的主人就倒霉了。不仅这个住宅会发生诡异事件，如飞碗飞碟子，让东西移位或丢失等，房屋的主人也会连连走背运，或是走路摔跟头，或是头发一夕之间掉光，或者是在睡觉时被鬼压床。总而言之啊，宅鬼通过层出不穷的搞闹鬼的把戏，将居住在房子内的人们驱逐出境。关于这种烦人的鬼怪，最出名的记载莫过于这发生于200多年前的马宅闹鬼事件了。嘉庆6年的仲夏，云南大理城中发生了一件怪事，富商马家的新宅闹鬼了。这新宅原本是本地一个退隐仕宦所居，3年前这家主人病故，家眷都回到了乡下，这宅院也足足空了3年。
恰逢马家有娶亲喜事，马大人便花了大价钱在城南河边买了这个新宅。谁曾想1月未出，家中就发生了3件怪事。先是一日正午，仆人洗刷完马桶，将其放在院中晾晒时，马桶忽然无风自起，盘旋飞舞到空中，互相碰撞。到了次日晚上子时，马寺中的群马集体发出嘶鸣声，似乎是受到大的惊吓般。可等着众仆人打着灯笼去查看，却又什么都没发现。而且自此之后，每夜群马都会有一惊。数天后，儿媳何氏更是好端端地患了心疾，得了疯病，每在夜深人静时，就光着脚在房中四处奔跑着。有人去拉，她便会躺在地下翻滚着，怒骂不休。连着请了7、8个大夫，皆是束手无策呀。这些怪事渐渐宣扬出去，城中人都说这是马家闹鬼呢。事情过去没多久，马大人的小舅子因公事恰好来到云南，于是来到马府探望姐夫2人。马氏夫妇也很是激动，宴请小舅子之后，更是邀请他留宿马府。睡至夜半，小舅子感觉口渴，准备下床倒杯茶喝，不料双脚尚未落地，忽听头顶隔板上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不多时，头顶的声音越来越大，时而像有人在来回踱步，时而又像是在抖动衣角。他正要出去叫人，顶棚却忽然安静了下来，一点声音都没了。小舅子心里烦躁，但是此时夜晚已深，只能继续上床睡觉了。不想眼睛刚刚闭上，头顶声音又大了起来，像是有人在顶板奔跑一般，声音从东南而起，至西北角才停下来。小舅子一个机灵坐起身来，眼睛眨也不眨盯着顶棚，等了半晌，头上又没了动静。小舅子正待起身查看呢，忽听砰的一声传来，将他吓了一跳。他循声看去，只见屋角顶棚处忽然露出一个尺余长、黑乎乎的东西来。这东西看起来就像马尾一般，从顶棚徐徐垂落下来。眼看着这东西越伸越长，颜色竟然也由黑转白了，继而变粉。小舅子不知这是何物，心中正觉纳闷呢，忽见这黑雾中露出2只眼睛来，足有杏仁大小，眼中还发出幽暗的绿光，一动不动地看着小舅子。小舅子心中大骇呀，只见这怪物的口鼻也逐渐露了出来，唇红齿白，冷笑不已，烛火也随之缩如绿豆般大小，光线惨淡，即将熄灭。小舅子只觉昏昏沉沉，有如梦魇，四肢无力，不能动一动。那怪物从顶棚倏然而下，又似旋风般透窗而出，瞬间就没了踪影。说来也奇，怪物一走，小舅子便如大梦初醒，恢复行动。可这怪物等会儿必要回来，这又该如何是好呢？小舅子思来想去，想不出个办法，只能将腰刀抽出放在枕边，又穿好衣服和靴子，躺在床上以备不测。5更刚过，就听马四正的马又嘶鸣起来，随后伴随着呼的一声，一物透窗而入，直扑窗前。小舅子一看，正是方才那长发怪物，他不及思索，大喝一声，挥刀便向其砍去。随即就听轰然一声大作，怪物消失，蜡烛寂灭，头顶一片乱声，良久平息下来。小舅子也不敢再睡了，紧握腰刀坐了一宿啊，直到天光大亮，人声尽起，才赶紧告知了马大人昨夜发生的怪事，并劝诫他赶紧想个法子将宅鬼驱走，否则一家上下都会鸡犬不宁的。此时正好马大人的妻子傅氏听说此事也赶了过来，听丈夫一说便道：我前些日子听说城东边有一个老翁姓徐，被称作能走的活无常，不仅可以出没于幽冥间，还能看见鬼魂的样貌，识别鬼性。我们要不将他请来看看吧？马大人和小舅子听罢，都觉此法可行，便让傅氏带上礼物去城东相请徐翁。过了1个多时辰，傅氏便回来了，身后还跟了一个50多岁、身材精瘦的老翁，相貌倒是平常，唯独一双眼睛发出惨绿色的荧光来，似乎带着一身的鬼气。不用说，
大家都看出这就是人称活无常的徐翁了。这徐翁一进宅院，便皱起眉头，将所有房屋都查看了一遍，最后在小舅子所居昨晚所住之处停了下来，点上一锅烟，看着顶棚，久久不出一言。马大人见状，心中忐忑不安，当下便问他道：“我这宅中可有什么地方不妥当的吗？”徐翁抽一口烟，又抬头看了看顶棚，方回答他道：“盘天祭地，婚姻小养，人世间不可以没有人，地底下也不能没有鬼。鬼有时候为人，人有时变鬼。鬼得正气为神，得清气为仙，得之缥缈之气为佛，得邪力不正之气为魅。在你们的宅子中，兴风作浪的宅鬼，就是得了邪气的鬼魅。”几人一听大惊，希望徐翁赶紧将这宅鬼给驱逐离去。徐翁道：“这个宅子地气不正，就算将宅鬼驱赶走了，这宅子留了也没有益处了。以老朽见，还是换一个地方居住，来避开这宅子的戾气吧。”马大人顿时愁容满面呢。在他看来，这么急急忙忙的去换房子，恐怕也怕找不到合适的吉宅呀。徐翁一听就笑了：“老朽看来，和这个房子对比，何处不是吉宅呢？”马大人听罢恍然大悟，不多时就去别处买了一间宅院，选了个日子便举家搬迁了过去。说来也怪，到了搬家那天，儿媳何氏却大哭不止，说什么也不愿离开。马大人无奈，便让儿子拿着剑恐吓他，不料儿媳何氏却光着脚就要逃跑，众人拉手的拉手，拽胳膊的拽胳膊，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他拉住，强行给他穿上鞋袜，塞入车中。刚开始儿媳何氏还是折腾不休，但是等离了宅子不一会儿，何氏就一下晕了过去。到了新居，何氏悠悠醒转，行为举止如常人一样，众人问他以前之事，他却是茫然不知。自此之后，家中诸事和顺，鸡犬不惊，而马大人将原来的宅子贱价出售，后来连耕数主，没有一个能得安宁的，最终被废弃作为菜圃了。其实类似的桥段，估计大家在很多电影电视剧中都看过吧，足以证明宅鬼的常见性了。在西夏镇萧家有个书生，相貌俊秀，颇识书艺，但偏偏命运多舛，27、28岁就死掉了。刚死100天后，就化作了痴情鬼，守在妻子的身边。当时武清县曹氏里有位老妈子能看见鬼，恰好在萧家作陪，就看到了许许多多痴情鬼的事儿。比如他由于害怕人妻无法进屋，只能满脸凄惨地坐在院子里丁香树下，听着妻子的哭声、儿子的哭声以及兄嫂和妻的吵骂声。有一天，有个媒人进了妻子屋中，痴情鬼愕然惊起，张着两手东张西望。后听说没有谈成，脸上略有喜色。结果没过几日，媒人又来给兄嫂和妻子回话了，说这门亲事成了。这痴情鬼整个人都蒙住了一般，显得失魂落魄。很快到了送聘礼那天，痴情鬼就坐在树下，眼睛直直盯着妻子的房间，泪如雨下。此后每一天，一旦妻子出入房门，他就随在后面，眷恋的表情更强烈。到了出嫁前一晚，妻子在屋内收拾装具，他就在檐外徘徊，倚着柱子哭泣。偶尔屋里传出一点咳嗽声，他就从窗缝往里看，就这么折腾了一夜。曹老妈子于心不忍，劝导他：“唉，你这痴鬼为何如此？何不早早投胎呀？若是你夫妻二人缘分未尽，自有相见之时。”他却没有回答，只是僵愣愣地盯着妻子，似乎害怕自己一闭眼，妻子就会离他而去。这时迎娶妻子南方人进来，拿着烛火往前走，他躲在墙角站着，
翘首望着妻子，似乎期盼着妻子临时反悔。妻子还是牵着新郎的手走出了房门，上了轿子。吃鬼就这么远远地跟着迎亲队伍走了一路，来了男方家，却被门神挡住了。门神铁面无私，不肯放他入宅，吃鬼只能叩头哀恳，良久才被允许进屋。进了屋，吃鬼就躲在墙角，望着妻子和他人举行婚礼，泪流满面地呆立着。等到妻子进了洞房，他也慢慢靠近窗，掩面熏气。甚至妻子与新郎吹灯就寝了，他还不愿离开，直到被土地神严斥驱赶，这才狼狈而出。当时曹老妈子受他妻子委托回去看看孩子，他也随着老妈子回了萧家。进入妻子的屋，眷恋不舍地触碰着那些妻子曾经坐过睡过的地方。突然外头传来孩子的啼哭声，吃鬼听见哭声也急匆匆地跑出去，环绕在孩子周围，想要触碰孩子，但是虚兀的手却一次次穿过孩子的身体。吃鬼只能一脸焦急地呆站着。过了好一会儿，嫂子才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吃鬼脸上的焦急刚刚褪去，就见嫂子竟然恶狠狠地打了孩子一巴掌，怒骂着孩子。随着孩子哭得越来越大声，嫂子的责骂也越来越狠厉。吃鬼更是顿足捂着心，在远处咬牙不已。曹老妈子不忍看下去，抹泪便回去，随后偷偷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妻子。妻子后悔了再嫁，只是此时已经木已成舟了。究竟后来这吃鬼是继续留恋人间，还是重入轮回，曹老妈子也无从知晓，世人也只能感叹。水鬼又名落水鬼、水浸鬼、溺鬼等，指掉落在水中溺死的鬼。水鬼一般长着绿色或红色的眼睛，可以像水獭一类的动物一样快速地在水中游动。水鬼的皮肤像抹了油一般的黏滑，一般人想在水中抓住水鬼是不可能的，而且水鬼在水中的力气会变得很大，尤甚10个成年男子加在一起的力量，寻常人碰到水鬼真是9死1伤。许多水鬼总是想把人拉到水中淹死，作为自己转生的替身，因此自古以来关于水鬼的传说也是稀奇古怪，各种都有。这其中最出名的事典莫过于这则水鬼生城隍的故事了。在青川之畔有个小村庄，村子里有个读书人赵生。赵生自幼苦读诗书，一心要考取功名，然后凭借自己能力让百姓安居乐业。可当时的科考制度已是千疮百孔，杜虫丛生。赵生无权无势无才，3次科考3次落榜，这一蹉跎就年过30了。一天夜里，失意的赵生正在休息，忽然听到外边人声鼎沸，鞭炮作响，接着竟然从大门外涌进一群人来。那些人脸上喜气洋洋，将赵生拉扯起来，连连道喜，说道：赵生啊，你高中状元了，从今起啊，你可就是赵老爷子了，快坐上轿子去上任吧。赵生迷迷糊糊地走到门外，果然有一顶8抬大轿在门口守候着，于是坐上轿子摇摇晃晃而去。可谁知第2天，村民就从青川河里捞起赵生的尸体。原来这赵生大梦一场，被水鬼给勾到了河里，成了替死鬼，被困在河水里不得远走了。赵生知道自己变成了水鬼，只能夜夜坐在河边大哭。长此以往，其他的水鬼也被他哭得不耐烦了，只能催着他去找替死鬼。可那岸上来来往往的皆是他的乡里熟人，如何能下得去手拉替死鬼呢？有一天傍晚，河边哭哭啼啼跑了一个小媳妇，嘴里念叨着：没有活路了呀，一窝鸡都死得干净，哪里在心前买药过活呢？还是死了干净，一了百了。这个小媳妇是村里张家的女人，丈夫病卧在床，用药吊着命。小媳妇侍弄些鸡鸭换钱，
给丈夫治病，偏偏家里遭了黄鼠狼鸡鸭全被祸害了。这小媳妇一个想不开，便来了此处。偏偏此时她的耳边正有一个水鬼对着她叨叨咕咕，诱着她往河里跳。小媳妇眼睛一闭，扑通一声就跳进河水里。可人到了快死的时候，总是不想死了，于是小媳妇扑腾的手脚挣扎不止。可那水鬼哪里舍得放手啊，更是紧紧拉着她腿往河底里拽。赵生急得不行，连忙寻了一根木头塞进小媳妇手里，让她勉强能在水面浮着，自己同那水鬼厮打起来。这么折腾了有1-2个时辰，恰好村民看到，将她捞起，小媳妇才勉强活了下来。那水鬼见替死的人没了，与赵生大闹不止，一时间河里水花翻腾，哗哗作响。小媳妇半生半死之间听到了水鬼和赵生的对话，一五一十地讲给村里人听。村里人感念赵生死后仍是良善，常常带着纸钱香烛来河边祭拜他。人间的供奉滋养着赵生，也让他渐渐地比寻常水鬼多了许多力气和精气，更是成了河里水鬼的头。凡是有鬼要拉生人替死的，赵生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阻，如若不听，就用拳头来镇压。如此以往，青川这集河道再没出过人命。即使遇到不慎落水的，赵生和水鬼们也会在水下托举着送到岸边去。如此过了许多年，一日，赵生在水底为众水鬼讲为人为鬼之道，忽然听见河面上传来声音：“赵生听诏！”只见水上站着2个差人，捧着一纸公文，正声宣道：“赵生因德厚重，得百姓爱戴，特封为青川府城隍，一众水鬼可随之上岸，作为鬼差侍候。赵生尊为城隍赵公，监管阴阳，速速上任去吧。”那晚青川附近的人都做了同样的一个梦，梦中赵生披红戴绿，新官上任，成了当地的城隍大人。人们于是对赵生越加敬畏，城隍庙香火也越来越旺。这则水鬼升城隍的事情也被流传下来。疟疾在中国称打靶子、皮寒等。东汉许琛《说文解字》视疟为热寒休作，从讷从疟，疟一生。古人认为，这疟疾是一种名为疟鬼的鬼怪所导致的。这疟鬼为端虚氏之子死后所化，常以皮肤白皙、身着深青色的衣帽鞋袜的童子形态出现，因而也被称为疟童。疟童的胆子不大，只要被人看破了原形，或是受到了惊吓，就会自行逃跑的。相传，南北朝时期，有个病人疟疾发作，无比难受之际，迷迷糊糊看见一群小孩子在拉他的手脚。病人烦愕之下，反手抓住一个，待要问一问，那小孩忽然扑啦啦变成一头黄色的水鸟。病人惊奇大呼：“这下有肉吃了！”赶紧把鸟儿拴在窗子上，打算再来煲汤。等他生火烧水准备杀鸟时，鸟却不见了，而他的疟疾也豁然痊愈。到了清朝，疟鬼的形象也变得更加丰满且可怕。子不语曾记载，南京上云县的陈县令是袁枚的同事。有一回两人喝酒闲谈，陈县令说了件有关于疟鬼的少年往事。当年，陈县令同一个朋友赴秋闱乡试，路过安徽马鞍山，借住在一座关帝庙里。他那朋友路上染疟疾，时时发作，一直硬撑着。陈县令为人义气，见他病势缠绵，客中又没有人帮手，于是主动住在一间，日夜照拂着。一天午后，朋友正蜷在床上昏昏沉沉，陈县令临窗看书，忽见廊下一个童子穿一身青衣青鞋，面色惨白，慢慢趋到门前，探头望着朋友。陈县令以为是庙里的小孩，没有在意，那朋友却蓦地难受起来，声音扭动着。随后童子跨步上前，站在榻边，举起近乎透明的小手摇摆不止。朋友哇地吐了一地，呻吟得更厉害了。陈县令觉出异样，大喝一声，急扑上去，
手指触到童子衣角，顿时一股寒气直入周身血脉。陈县令浑身寒颤，那童子也受到惊吓，慌慌张张跑出，足音飒飒，如风扫落叶，不似人声，一直跑到中庭，倏然无踪了。陈县令转了一圈，遇到的人都说不曾见过这么个小孩。他疑惑地回到房间，却见朋友呼吸匀常，面色转佳，而陈县令两手黑气如遭烟熏，数日方散。想不到这小小的虐鬼竟然如此可怕，但是比如异鬼，那虐鬼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异鬼，我国常见的12种鬼类之一。这类鬼同虐鬼一样，同样拥有使人得传染病的能力。不同的是，异鬼拥有比疟疾鬼更为强大的能力，通常能够使得一个小村庄所有人，甚至是动物都传染瘟疫。由于异鬼的形象总是千奇百怪，有时是女人，有时是巨人，有时是个小孩子，这使得世人们更是难以防范异鬼的入侵。异院载录了一个故事，那是在南朝刘宋之时，豫章郡有户人家，有一年秋天的傍晚，妻子和妹妹在一起闲话，忽然不知从哪里掉下一只2尺长的大蜈蚣，正落在二人面前。二人吓得半死，赶紧叫仆人夹了扔出门去。那仆人才出的门，迎面撞见一个老妇，僵直地站在门前，衣服褴褛，浑身臭气，眼睛没有通人。没多久，这户人家全部染疫而死。故事虽短，却让人心惊胆战的。难道这异鬼真的无法战胜吗？在《岳微草堂笔记》中曾记载有纪晓岚的岳父马周传说过的一则战异鬼的奇闻。东光南乡有一个姓廖的，召集本乡百姓修建义冢，收葬那些死在异乡没有人安葬的孤魂野鬼的遗骸。附近村民都很善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四处收捡乡野遗骨，细细安葬，持续做这样的善举达30年之久。雍正初年，瘟疫肆虐，廖某晚上做梦，梦见100多人黑压压地站在大门外，为首一人倒头就拜，后面众人也都哗的一声跪倒一片。为首那人说道：“异鬼将至，恳请你明日赶紧焚烧纸旗10几面，银帛糊制的木刀100柄，我好挥舞旌旗，手持钢刀，与异鬼决一死战，以报百姓的大恩大德。”廖某醒来，惊得一身冷汗，想到附近瘟疫横行，虽然孤魂野鬼感百姓恩德，情愿跟瘟疫厉鬼殊死搏斗，的确很不可思议，但宁可信其有，于是赶紧买来纸旗木刀，到一家前焚烧。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附近百姓都隐约听到四野喧哗、格斗厮杀声，通宵达旦，天亮方得消停。后来附近村民真的没有一人染上瘟疫的，世人皆以为奇。不过随着现代科技进步，这些异鬼的传闻也渐渐消失了，只有下面这头鬼怪的名声反而更加人尽皆知了起来。穷鬼也被称为穷子，颛顼之子，他身材羸弱矮小，性喜穿破衣烂衫和稀饭，即使将新衣服给他，他也扯破或用火烧出洞以后再穿。一旦被他缠上，人们就会变得穷困潦倒，一贫如洗，郁郁而终。随着穷鬼的日益猖獗，一种名为送穷的风俗也渐渐在唐代开始盛行。唐诗人姚合有诗云：“年年到此日，历久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大诗人韩愈身上就发生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当年韩愈认为自己之所以一身困顿，是因为有5个穷鬼跟着自己，他们分别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于是到了正月30那天，韩愈写了一篇送穷文，并且为穷鬼们准备了吃的，装好的车船，摆好了酒席，想要送走5位穷鬼。没想到5位穷鬼反而痛心疾首地对韩愈说：“我们忠心耿耿地跟着你，其实我们在帮你。虽然你与世不和，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困顿。
我们帮你赢得百世千秋的英名。韩愈想想，好像说得对。智穷让我操守正直，不做欺诈伤害别人的事；学穷使我轻视虚名，专心做学问；文穷这个鬼让我写文章不炫技，只想写精良的文章；命穷使自己面丑心善负责任，不与别人争名利；交穷让我对朋友掏心掏肺。韩愈也就没有再赶走这些鬼了。